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北约国家一直在背后援助乌克兰，比如什么单兵装备像是不要钱似的疯狂送往乌克兰，使得乌军士兵能在战场上收获颇多，像什么俄军坦克与直升机，甚至是俄军苏35等，通通成为乌军大号手办。这不，近2天，英国首相就秘密访问了乌克兰，并承诺英国将大量提供武器与财政支援。按照约翰逊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英国本次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武器，包括120辆轮式装甲车、反舰导弹系统、星光便携式防空导弹、800枚 NLAW 反坦克导弹等。在这批援助中，最惹人注目的方属 AGM-84 鱼叉反舰导弹。根据媒体消息，目前该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奥德萨港口，这也就意味着俄军在亚速海的舰艇会有不小的危险。毕竟此前乌克兰曾使用原点 U 导弹对俄军登陆舰发动袭击，并且成功得手。要知道，鱼叉反舰导弹能够穿破军舰舰桥，然后在内部进行爆炸，并利用冲击波与碎片对敌军舰艇桅杆的雷达设备以及信息指挥室造成毁灭打击。再加上鱼叉反舰导弹是采用高空俯冲的进攻方式，所以一般舰艇难以躲避其打击。更重要的是，这批鱼叉反舰导弹可能会部署在奥德萨港口，这样一来，基本能够覆盖别尔江斯克港口、奥德萨周边海域以及亚速海。也就是说，俄军部署在亚速海的黑海舰队面临威胁。毕竟从此前黑海舰队登陆舰被击沉就能看出来，该舰所配备的舰艇并不具备强大的防空能力。AGM-84 鱼叉反舰导弹是美国海军现役最主要的反舰武器之一，从研发开始到现在已经生产近1万枚，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创造效益最高、科技水准居领先地位的反舰导弹之一。能够以 0.85 马赫的速度飞行，待接近目标后自动搜索位置，从而预热战斗部中的高爆炸药，并利用冲击波与碎片对目标造成巨额毁坏。AGM-84 鱼叉反舰导弹研发开始于1965年，1969年开始方案论证，1970年11月确定研制计划，1971年6月选定麦道公司作为主承包商。发展计划分为武器系统的设计、研制和使用鉴定试验3个阶段。主要要求是能携带250磅的战斗部，飞行距离达74公里以上，并且能够兼容现有舰载导弹发射器的发射架与弹仓。后来又因为苏联海军部署第一种能从水下发射的 P-70 反舰导弹，美军发展出潜射型鱼叉导弹。此版本是一种以胶囊外罩将鱼叉导弹密封，由鱼雷发射器射出后浮出水面，里面的导弹进行点火发射。此后，麦道又自行加入岸基发射版本，使鱼叉反舰导弹成为西方第一种兼具空射、箭射、潜射与暗射4种版本的反舰导弹系统。首批原型弹于1972年进行试射，由 P-3 巡逻机搭载，导弹动力采用固态火箭发动机。不过又因为后续技术需求，需要将射程增加至90公里，麦道便放弃了火箭推荐，转而采用涡轮喷射发动机作为导弹动力。经过试射，共发射36枚，有31枚成功，完成率高达 87%。鱼叉反舰导弹采用一具圆柱形弹体搭配4片主翼与尾翼的射击，除了空射型的主翼为固定结构，箭射与潜射型鱼叉导弹均采用折叠型主翼，由巡标器、导航计算机、战斗部、引擎油箱等4个部分组成。弹体拥有2组十字形翼面，位于弹体中部是4面大面积梯形翼，弹尾则设有4面较小的全动式控制面，2组弹翼前后完全平行，而且均为折叠式。鱼叉反舰导弹采用的涡喷发动机长 0.748 米，重 45.36 公斤，采用环形燃烧式，压缩机为轴流和离心组合式。在海平面高度上，从启动到最大推力的额定时间约7秒，持续作用时间为15分钟，工作寿命约1小时，能提供弹体 0.85 至 0.9 马赫的巡航速度。鱼叉导弹采用中段惯性制导和末段主动雷达制导。鱼叉导弹发射前，由载机上的探测系统提供目标数据，然后输入导弹的计算机内。射控端为 ANSWG-1 鱼叉导弹舰用射控组，此系统设有一个战术数据库，在接战时能依据不同战场情况，自动从战术数据库中筛选适当战术来输入导弹。在导弹发射后，数据平台会接收加速资料以及雷达高度计传来的高度，接着控制弹翼将导弹保持在预先输入的飞行模式中。
当雷达寻标器开启并锁定目标后，数据平台便根据雷达获得的目标位置加以攻击。建设型鱼叉导弹最常使用的是圆筒状发射器，每组发射器以双联装或四联装的面貌出现，一般采用 Mk141 或适合小型舰艇的轻量化 Mk140。鱼叉反舰导弹配备了大角度的寻标器，即便发射时导弹与目标之间的夹角较大，寻标器依旧可以自动捕获目标并控制导弹转向。AGM-84 鱼叉反舰导弹的具体数据：长3.85到4.63米，直径34公分，弹头221公斤，作战范围93到315公里。依发射平台与型号而定，拥有箭射型、陆射型、空射型以及潜射型。了解上边的具体数据后，想必也明白为什么遭到多国哄抢。自动追击、简易安装、巨大威力，这些功能鱼叉导弹都具有。而且在鱼叉导弹问世的20多年时间内，共发射了200多枚，成功率高达95%。在历次战争中，它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鱼叉反舰第一次使用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用该导弹在波斯湾攻击伊朗海军舰艇，仅用4枚便击毁了一艘伊朗快艇。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沙特阿拉伯海军在波斯湾发射1枚鱼叉导弹，击毁一艘伊拉克的布雷艇。当然，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鱼叉导弹一直在研究改进的路上。最初的 Block 1A 型号在攻击目标时，先跃升后俯冲攻击 ；Block 1B 型号则是不再采用跃升程序，而是一直以掠海高度沿直线飞向目标。Block 1C 和 Block 1G 导弹除跃升俯冲攻击外，还可选用掠海攻击弹道。Block 1D 提高了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中作战的有效性，以及导弹的命中率和杀伤力。除此之外，美国还在 AGM-84 基础上研发出对地攻击导弹，该版本有空射型、箭射型，赋予了鱼叉导弹有限度的对地攻击能力，射程也增至280公里。可以说 AGM-84 鱼叉导弹绝对是一款实力强大的导弹。鱼叉反舰导弹对于乌军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有3个，首先是可以解放出乌军在奥德萨的主力，鱼叉反舰导弹可以让俄军登陆奥德萨的可能性降低，乌军可以将奥德萨方面的主力投入到赫尔松战场。同时，乌军具备威胁马里乌波尔港口、别尔江斯克的俄军后勤补给舰队的能力。最后就是乌军具备了袭击俄军黑海舰队舰艇的能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前乌军并没有接触过如此先进的反舰导弹，但是乌军要想完全掌握鱼叉反舰导弹，肯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秘密派出退伍军人，尤其是曾经服役导弹部队、使用过鱼叉导弹的退役军人，进入乌克兰充当特别军事顾问。你们觉得鱼叉反舰导弹的到位能为俄军带来多大的压力呢？会不会直接影响此后的战局走向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